正好它这个农家乐的后面有个池子里面，那么钓下，那么钓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我想做一款拉饵，连拉带搓的。红魔我加到40%，因为这个天啊还是有点凉。大板鲫我也加到40%，金龙鲫加20%。这样的话，这饵料呢是以辛香，香呢是偏奶香了，金龙鲫是奶香。稍微铺点辣子水。水呢一次性让它吃透。我们很多钓友啊，或者拉饵的时候呢，他会去打它，他怕拉不出来去打它，越打就越拉不出来。这饵料不应该打，尤其天热的时候，你打过以后，这个拉完以后全是这种蛋白纤维了。这个饵料暂时不动，临时要用的饵料呢，我们可以压一下，啊，简单的压一下，把里面的空气啊挤压出来。啊，我正好再和个散泡吧，因为钓这个鱼啊，还是需要铺点散泡饵，就是边钓边诱，就是我们拉饵里面，因为这种钓法呢，现在在竞技场里面呢，就是比较实用。如果小鱼少的情况下，啊，就是我们拉饵加点散泡呢，会诱鱼诱得更快。拉饵加散泡作为近年极为流行的钓法，常为竞技钓手和黑坑钓友所使用。散泡主诱，拉饵主钓，诱钓结合，大大提高了重鱼效率。尤其是散泡抽竿，针对水底存在降层时的奇效，其在水底爆开时，能大大的提升诱鱼范围，而不至于让复钩的饵料坠底后掩盖在泥浆中，难以被鱼饵发现。强总啊，哎，你们现在也玩上黑坑了，钓这鱼啊？没有，他这个地方，我是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在这玩一玩，在这玩玩也不经常钓这个，就是有时候手痒了，有时候就跑来钓2竿子，也不经常在这边钓。我看你们不经常打比赛吗？经常打比赛，最近没打了。最近没打。经常看你的片子以后，也是跑到水库去钓的。你现在也玩水，还是水库好玩啊？那是的，那对吧？对。前几天才跑水库回来，再待了几天。我觉得它这地方挺好的，大锅菜自己烧，自己吃，自己人来了以后自己烧一点。对吧？对。因为前几天朋友来，你现在你在城市里面想找这样的锅灶很难找的。对。他这个思路还是这种经营思路还是对的。对，挺好。而且他怎么搞？你可以一家人来，可以买菜带过来，自己烧啊。哎，我看他那里面也在配菜嘛，也在配菜卖。不是，他怎么配呢？他如果配的话，你就说200块钱或者多少钱的菜，他也给你也。我上了啊！哇，上鱼了！你别讲我，还是厉害，师傅。讲我不行了，啊，还行吧。行，厉害那。但我的杆子稍微软了一点，这可能要用6H 的杆子钓，可能就好了。我这是5H 的杆。目前这种拉饵也好，搓饵带散泡也好，也是竞技场上常用的，黑坑常用的。所以我们在水库啊很少这样用，因为水库小鱼啊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一般很少用散泡。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是钓黑坑，或者是打竞技比赛，散泡用处还是很大的，而且诱鱼啊很快。就看谁的饵料投放的大，饵料投放的越多，这个鱼啊招的就越多。哎，你看又来了，哟，厉害师傅啊！它的鱼挺干净的。对，这个鱼不错，它这个鱼是从水库里面从水库里面拉回来的。哦，所以这个鱼难怪这鱼看那么干净呢。
哎，我这也来了啊，来了是吧？嗯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刚才没带伞帽，你给我讲过以后，啊，我又拉着带伞帽，马上鱼就过来了。师徒二人你来我往的搭腔，让人忍俊不禁。20年亦师亦友，言语间足见二人互相的了解与默契。同时不得不感叹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这一季垂钓以来，就属今天上鱼最快，同为喜悦之行，相较于自然水域，还是打了折扣。既然渔获不再成为重头戏，大毛的现场教学可能更有说服力。钓到以后啊，它就能立体接口，这就是黑坑的投饵量大了以后就会这样。因为现在气温还是低了一点，气温要高的话，散炮带多了以后，几乎很多有60%、70%可能都能立体接口。两竿不带散炮马上就慢了，感觉太明显了。没口了，我这也没鱼了。没鱼的时候一定不要等它。其实我们有的钓友啊，在这个钓黑坑过程当中啊，如果用硬杆子的话呢，还是啊，尽量的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手腕，你也不要抓得太紧。如果这么抓的话呢，就容易啊伤手。就是我建议呢，还是适当往前顶一点，让杆子呢往后顶一点，顶到我们的腕子后面。这样的话呢，就能保护我们的手腕。也吃了一口，像那小口有时候打它容易脱，所以有时候可以放一口，看仔细了，真正进口，分清了真正的进口以后再打它。这样的吃稳了以后再打它。你看，直接可以飞超，因为我现在线主要用的细，用的.6的子线，如果用粗一点就可以了，就可以飞科了。因为这么大的鱼，你要如果是用子线太细的话呢，就容易切线了。它跟钓罗非不一样，罗非上来的话呢很老实啊。刚才像我这样的提竿，因为我们刚才钓的时候呢，就是在杉木上面，因为你来回的时候啊，起鱼，窝子里面鱼啊，你一中鱼以后的尾巴一打，整个窝子里面的这个淤泥啊就散开了。淤泥一散开，有的降层一散开的话呢，我们目数就不对了。现在我抛竿下去是在一目，刚才一起竿就脱鱼，这时候呢就是证明我们钓的灵了。这时候呢可以把浮漂上杆2目上杆2目看一下。因为如果是中鱼以后在中途脱鱼，这就钓蹬了。另外还可以看这个钩子在鱼嘴的是正口还是在两边还是在下面。如果在下面在两边的话呢，我们就等于钓的过于迟钝了，就前缀有点倾落底了，饵料躺倒了，所以钩尖会在鱼的嘴的两边。连续带几杆散炮，马上就来鱼。其实钓黑坑也是有技术的，别人为什么能钓那么多？它里面不光是你的熟练对这个鱼的控制，对饵料的判断。包括你看，来顶了，看到了吧？中鱼了吧？这是我们就可以飞接啊。接完以后呢，这个线手勾一下啊，用我们这个食指啊勾一下线，勾完线以后就可以呢，这样就可以下了啊。在固定的条件下找对了方法，上鱼不是难事。单尾双尾轮番上阵，垂钓伊始便是高潮。距离正式从心理上告别竞技，已是数年光景。今日磨枪，看来宝刀未老。搞了一口，现在明显口慢了。我们钓大鱼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接鱼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身后接，因为鱼太大了，个体太大了，应该
真正的钓这个黑坑也好，就是我们打竞技比赛也好，子线可能主线啊，子线长短不要紧，就是主线可能适当要短一点，要不然飞鱼的话呢，就不是很方便了。尤其这个梗高，竿要软一点的话，鱼啊就会撞到岸，这时候呢，可能我们就要站起来了。钓大鱼一般飞呢，我们往后面飞，这样的防止啊鱼啊脱钩以后啊，它会掉在岸上，啊。钓小鱼的话，我们直接飞鱼的话呢，就直接从前面接，就对着鱼护接了，啊。如果钓小鱼，我们接可能就这样迎面一接，一撸就挂鱼了。要钓大鱼的话呢，可能要从后面抓着线到前面来。这时候呢，如果钓大鱼的话，还要手啊，要勾着线，勾着主线，通过我们杆子这个弹性啊，把鱼的力量卸掉，这样的话不容易切线。手呢是离着钩柄越近，这样的去挂鱼。钩柄越近，挂鱼的话呢，鱼呢就是越不容易切线。时间慢慢推移，太阳抹去身影后，气温开始逐渐下降，鱼口也有所收敛。一同放竿的钓友们也都陆续地找到了节奏，收获2、3。祥中经历了一轮上鱼的高峰，不过正值天气变化，火力没能延续太久。刚才啊做了几竿散炮以后啊，就来几条鱼。现在鱼啊明显啊，就比出太阳的时候要慢很多了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种鱼直接往后拉，往这一挂，哎，这样的去挂它。那点散炮。补充一点鱼，窝子里面的鱼，要不然钓的话呢，窝子里面鱼钓就钓枯了。像这个鱼啊，我感觉到啊不在底下了，对吧？对，就刚才出太阳的时候，这个鱼起来了。对，你看现在太阳一落啊，马上就明显的就慢了。对，吃了一口。这个太阳一落的话，马上气温就下来了，你看。对，气温也下来，我要穿衣服了。对。师傅，你2年没钓这个，你这个钓的还是好啊。基本功还在是吧？那这不来犟的。不是，平时都是7米2、8米1，今天4米5。真的太轻松了，这个鱼钓的。散炮很怪啊，我这散炮一停啊，马上我的鱼了吧？对。顶了。因为它这个塘的密度它没有那么大，它还是。哎呦，还有扁鱼，哈哈。还有扁鱼嘞，哎呀。不要绷，不要绷！哎呀，这扁鱼吃深了。你那够快的啦！啊，你那边够快了，我基本上叫你打闭口了，在这边。不会吧？真的。它这个塘，它还是密度还是不够，它主要是对外开放的，对吧？它也不是像他们那个纯黑坑，对吧？对。它这就来吃饭的人可能钓一钓。垂钓时无数的细节左右了渔获，也直接决定了钓手的上限。今日做钓更像是一次与昔日的作别，记录下数十年积累的经验，也为竞技生涯交上一份答卷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钓坛新锐层出不穷，钓法灵活多变，垂钓的发展也绝不止步于此，其传播和普及需要更多的后来人身体力行。我们正在行动，你呢？怎么搞？手吧，香总啊，手来，把鱼放下吧。哎呀，来，小杨来帮一忙来。慢点啊！
哎呀，我的娘哎！哎呀，这大鱼后这是55公分的吧，大口子。对，啊，现在多少头？还没上钓。放吧，稍微我把它往下控一点吧。来来，大手放下去啊！你这也没少钓啊？哎呀，孩子师傅，你钓的多呀！啊，你这我钓的多，你也没少钓啊？我比你少多了。你这今年不钓，我看放下去，宝刀未老啊，师傅。宝刀未老啊！啊，这样如果真钓不到呢，我跟你讲就不好搞了。哎呀，这老大这都是老山羊，放掉，赶紧放。我们给它放回去。哎，这个鱼还是这个鱼还是漂亮啊，干干净净的啊。环境整个环境还真的是不错，在这吃大锅菜，对，钓这样鱼真的是挺美的。不错，真不错。好吧，收吧，收，好手。好。